这小孩年纪轻轻便同时喜欢上了2个女生，因为刚刚几人玩了一款时光照相机，虽然自己10年后长得跟个细狗一样，但是看着10年后的不美，他直接就麻了。不行，灰原的成熟美一样也很吸引自己。这2个女人实在太难让自己选择了。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这俩人一个喜欢柯南，一个天天巴不得自己赶紧死，自己就是个小丑罢了。明日西多摩市のツインタワービルに行くことになりそうよ。もちろん彼も一緒よ。此时的灰原正在被秦九疯狂追杀，在众人参观这座大楼时，柯南就发现秦九追踪到了楼下。此时的柯南竟然还想去追这俩人，咱就是说你追上了又能怎么样呢？都不用秦九，你不拿滑板连这个汽车人你都抓不到。虽然没追上，但因为柯南来过这座大楼参观，所以此地必定会有血光之灾。果然第2天，警方就通知众人，在大楼的套房中发现了本市议员的尸体，而现场并没有找到凶器，只留下了这样一个1分为2的小酒杯，并且凶案现场血迹飞溅的形状很不自然。此时警方将犯人锁定在了昨天曾在大楼出席的5人之中，但由于线索太少，众人只能不了了之。第2天，冤种团便准备去这几个嫌疑人家里挨个调查，但是一番询问后，根本找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而且还被住在山顶的老登臭骂一顿。不仅如此，在调查眼镜哥时，几人更是又喜提一具尸体，而现场依旧留下了一个分2半的酒杯，但奇怪的是，酒杯上并没有沾血。转眼到了晚上，柯南一行人收到了大厦开幕典礼的邀请函，而秦九也在灰原给姐姐打的电话中窃听到雪莉也会参加典礼。既然如此，那这次就必须给雪莉把头爆了。但到了开幕当天，原子竟烫了一个和灰原一样的发型，并且确实很像变了味儿的宫野志保。最离谱的是，后面秦九还真就要给原子喂枪子儿。你之前说的雪莉化成灰你都认识，合着你就认识个大波浪是吧？真是老渣男了。这个女人被挂在了画上，用钢琴线勾住了胸口的珍珠项链，直接活活勒死。在毛利的一番专业抢救后，抢救无效，死亡时间就在1分钟前。因为刚刚此人还在宴会上与众人玩读秒游戏，并且还让毛利赢得了一辆跑车。但就是在随后展示老登富士山画作的1分钟准备时间内，他便被人吊死在了富士山中央。此外，柯南还发现死者脚边还是有一个小酒杯，这就证明本案与前2起案件是同一人所为。不一样的是，这个酒杯并没有被劈开，而且女人并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这就表明她是自愿戴上这个挂有钩锁的项链的。所以凶手绝对就是他认识并且十分信任的人。因为之前眼镜哥被杀时，老登正好与侦探团在一起，所以他是这个连环杀手的嫌疑便被排除。也就是说，现在嫌疑人只剩下了女秘书和大长脸2位。此时眼见案子陷入僵局，大叔直接用出了毛利排除法，一番精彩推理，直接给女秘书发了金水。風間さん、私何もしてないですよね。いや、暗くて何があったかは。突然，柯南在舞台一侧捡到了一颗珍珠，瞬间电击小子激光穿脑，下一秒直接跑到了观景窗前。紧接着，柯南脑袋轰的炸开。柯南懂了。就在此时，传统异能秦九快乐蛋上线，直接给整栋大楼炸断了电，众人只能使用单独供电的瞭望电梯下楼。不过这玩意儿一次只能上9个人，于是木木当即决定让老人、女人、孩子先上，其余的冤种火速跟自己腿儿的下楼，利用中间的联络桥逃到另一座楼。话说这波你让元太下来，电梯至少还能再上5个。随后柯南等人终于搭乘上了第2波电梯。此时柯南反应过来，没有理由炸毁整栋大楼，还给众人留下一个可以逃生的电梯啊。然而当他望向原子的发型时，瞬间柯南明白了一切，很有可能是秦九把原子当成了雪莉，所以才故意没有毁掉这部电梯。此时柯南果然在对面大楼发现了架好了枪的秦九，下一秒秦九一发子弹爆射而出，直奔原子脑门。その子姉ちゃんパンツ丸見え。まさか別人か。只因原子换了个灰原同款发型，就差点被800米开外灰原的病娇前男友一枪爆头。好在原子这次原形毕露，才侥幸逃过一劫。但此时电梯也被一枪打停，为了不被火势吞没，柯南直接命令小兰将自己背起，随后一脚踹开顶门。而日本队长小兰也是徒手开电梯门，将众人救了出来。好在众人此时所在的45楼有联络桥，在汽车人将桥炸毁的前一秒，原子带众路人逃到了对面，而小兰与柯南却被困在了原地。此时火势迅速逼近，下一秒小兰用消防软管将自己与柯南绑紧，在天国父亲的信念加持下，小兰直接信仰之跃，在管子被烧断的一瞬间，成功踹开了下方的玻璃，顺利逃生。但此刻来到地面的柯南发现，冤种侦探团还被困在大楼内。原来下电梯时，几人主动腾出了位子给一位母亲，本想走楼梯下楼，但却因为联络桥炸毁而被困住。下一秒，柯南拿起牛顿的噩梦，便冲上了大楼，随后头也不回的从断桥处飞向了几位冤种所在的大楼。かっこいい。まさに救世主です。
感心してる場合じゃねえぞおめえら。哎，合着老娘刚才白跳了是吧？此时众人准备去顶楼搭乘直升机，而在柯南路过一个房间时，发现了小黑也在此处，而他就是这几起案件的凶手老登。女人所戴的项链其实就是老登送给他的，为了将其杀害，老登还准备了另外一条一模一样的。随后便在舞台上将女人的项链解掉，然后以找项链的名义给她戴上自己准备好的这条挂了钢琴线的项链，而证据就是被拆下的项链还藏在老登的拐杖中。杀人动机则是这座大楼挡住了自己的视野，导致自己无法在窗前继续画富士山，而杀害第一位议员则是因为这座大楼是议员和女人暗中勾结才建成的违章建筑。破碎的酒杯便是代指山被分成了两半，而最后一次酒杯却完好无损，则是因为女人的尸体已经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而眼镜哥其实是被秦九杀害的，因为他本身是组织成员，但却偷了组织的资料叛逃，所以秦九才会将其做掉，并炸毁这座大楼的电脑设备。眼镜哥身旁没有沾血的酒杯，便是老登为了洗清嫌疑而做的障眼法。此时证据确凿，柯南直接甩狙射晕了准备服毒的老登，随后几人便来到了楼顶。此时的汽车人再度引爆炸弹，楼顶瞬间一片火海，水枪也因为距离太远无法灭火。这波啊叫牛顿的复仇。此时柯南提出几人乘坐跑车利用暴风冲向对面大楼，但这个手法的关键便是要对时间的精确掌控。于是这个读秒的重任便落在了曾经精准数中30秒的步美身上，而30秒之前则是由灰原负责计数。不过你不是有电话吗？你让对面那几个大废物读秒不行吗？啊，这都不重要。此时几人蓄势待发，然而在最后的30秒时，灰原竟然还在读秒。バカね、この方が正確でしょ。何するのよ。母ちゃんが言ってたんだよ。米粒一つでも残したらバチが当たるってな。在最后一秒，车上几人乘着炸弹爆射而出，而老登到死也想不到有生之年还有幸坐飞车。然而就在此时，灰原被甩出了车外，下一秒光彦拼尽全力将其拉住。紧接着，柯南一脚头盔踢碎了前方的柱子，而灰原也侥幸没有撞上，从碎片中直接飞过。